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 IBM 正关闭其在中国的一个主要研究部门，影响超过1000名员工。这是美国企业退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最新举措。下面这条：希腊商船苏尼翁号在红海遭也门胡塞武装分子袭击起火，但未发生重大漏油事件。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针对以巴冲突而发动的一系列袭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造成了该地区1万亿美元贸易中断，并阻碍了对冲突地区的援助。下一条：西南航空面临激进投资者施压，要求更换高管和董事会。为此，首席执行官乔丹计划进行大规模战略转型，放弃单一服务等级和无指定座位的模式，向其他航空公司靠拢，以应对竞争和业绩下滑。让我们关注，由于违反欧盟规定， Uber 因将欧洲出租车司机个人数据发送至美国而被荷兰罚款 2.9 亿欧元。Uber 已停止该行为。Uber 发言人表示，这一决定不合理且罚款过高，他们将上诉并相信常识会占上风。接下来这条：拼多多第2季度营收低于预期，因消费者支出疲软影响其电商平台业务。经济脆弱，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和高失业率抑制了中国消费者的支出。让我们关注房市降温，利率下降或将助推复苏。利率下降对买家而言喜忧参半，一方面可增加购买力，但另一方面可能加剧市场竞争，推高房价。专家预计需求将回升，利率下调会导致买房大战和更激烈竞争。下一条：埃利奥特投资管理公司要求西南航空公司更换领导层，并准备进行代理权争夺。公司提议成立董事会委员会，对业务进行彻底审查，并推动转型变革。埃利奥特拥有西南航空约 11% 的经济利益，并已提名10名董事候选人进入董事会。接下来这条：加拿大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关税，与美国关税一致。此外，对中国钢铁和铝征收 25% 关税，以应对中国公司制造全球产能过剩问题。接下来这条：卡尔伊坎旗下的伊坎企业申请通过按市价出售计划出售最多4亿美元的存托凭证，可能用于收购和公司目的。此前，伊坎因为披露其抵押大部分公司证券以获取数十亿美元个人贷款而被美国监管机构罚款200万美元。下面这条：下周，尼日利亚法官将审理针对币安交易所及其2名高管的洗钱案，比原定时间提前1个月。原因是辩护律师请求更改日期。币安及其高管被指控洗钱超过3500万美元。让我们关注，壳牌计划于9月24日至27日关闭其 Zydeco 管道的不同部分进行维护，该管道每天输送约 37.5 万桶原油。下一条：英伟达将于周3盘后公布第2季度财报，因其 AI 芯片行业主导地位，此财报尤受关注。预期该公司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0.65 美元，营收为287亿美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139% 和 113%。下一条：红龙虾因破产，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关闭约23家门店，使目前已关闭的门店总数超过100家。下一条：美股周一表现不一，投资者权衡迫在眉睫的降息，并为英伟达财报主导的繁忙一周做准备。道指小幅上涨，标普500指数下跌 0.3%， 纳指下跌约 0.7%。 因芯片巨头英伟达股价下跌，纳指和标普500指数下跌，受特斯拉股价下跌超 3% 拖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确表示，美联储准备在9月开始降息。上周，主要指数均上涨逾 1%， 市场迅速消化了到2024年底总计 1% 的降息预期。但由于今年只剩下3次美联储会议，且8月就业报告尚未公布，华尔街正在猜测是否会降息 0.5%。 最后一条是，2党总统候选人都提出通胀政策，特朗普的贸易关税和移民政策，哈里斯的住房补贴和价格限制政策可能会导致通胀反弹。这些政策虽然迎合特定选民的担忧，但可能会给普通民众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更高的消费者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